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陈都灵这次真狠，撕掉清冷校花标签，坐轮椅演暗黑洋娃娃。陈都灵这次转型，有点像把清冷校花一剑打补丁，直接刷成暗黑洋娃娃。外壳还是那张熟悉的小白花脸，而角色已经拐进诡异童话的阴影里了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先说成果，人家前脚刚在优酷翘楚里靠楚，朝这个权谋女主拿下不俗热度。平台公布的数据是热度直破2万，播放量破2亿，算是稳稳在线。转过头又杀进优酷的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，这节奏就是典型的不想当流量小花，只想当人狠话不多的角色女。我当时刷到这部剧的物料，还是被那张轮椅照给拽住的。黑长直，公主切，白到发光的腿被纱裙盖住，人往那一坐，像被人小心翼翼摆进橱窗的瓷娃娃。你要说她脆弱吧，眼神里又透着一句放心，我已经算好你怎么死了。这剧的设定挺疯的，剧情背景放在2055年，人类面临玩偶化危机。这是公开资料都写得很清楚的，听着像个2次元脑洞，但主创直接玩真的，把世界观拉成玩偶生存游戏。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羊城晚报这些媒体都提过，这部戏一边搞悬疑解谜，一边搞童话美学，走的是小众又偏门的路子。而最懂陈都灵的是这次孵化道，既然人掉进玩偶世界，那衣服就不能再走校花清爽挂，必须像从礼盒里拆出来的。已经曝光的那12套高级洛丽塔战裙，不是普通甜妹那种粉粉嫩嫩，而是明显往暗黑精致那条路上使劲。黑长直配公主切的造型，气质直接偏冷，那种冷不是高傲，是有点不欢迎人靠近。就像你小时候去亲戚家，柜子里有个看着很贵的洋娃娃，谁都不敢伸手去碰。剧照里她的表情是很轻的疏离感，衣服上是蕾丝褶边，但脸上是一句离我远点。换成齐刘海加微卷发，又完全不一样了，视觉上立刻甜起来，变成那种乖顺又软萌的小妹妹样子。可这甜味是盖在外面的糖衣。看片方放出的花絮，她在游戏里靠这种甜美伪装去麻痹对手，笑的时候无害，收声的时候眼神冷下去，反差感就出来了。那堆荷叶边、蝴蝶结、蕾丝本身就是易碎品提示的视觉化。一个身体有缺陷的女孩被安放进过分华丽的裙子里，坐在轮椅上，那画面又漂亮又残忍，你很难单纯用好看这2个字去形容。许多网友在评论里说美的不敢大口喘气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。而12套裙子不只是在比谁更好看，而是在比谁更危险。颜色从淡到深，从柔和到冷冽，对应的是角色不同阶段的心境。前面她像被困住的小白花，后面就越来越像掌控棋局的黑天鹅。你看造型就能大概猜到剧情推进到哪一步。这种服装跟角色成长绑定的设计，在国产剧里不算多见。再说他坐轮椅这件事，我就挺服编剧的。很多剧里的残疾设定，要么是用来卖惨，要么就是服务煽情，这次不走这个老路。白幼薇双腿残疾，其实是为了隐身。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些跑得快、能打的人身上，很少有人会把轮椅上的姑娘当成威胁。他反而可以安心在角落里把每个人的行为、性格、习惯默默分析一遍。这种被低估的锋利感，特别吃陈都灵的脸。他那种冷淡又收着的表情，一点点情绪变化就够用。剧组透露，随着剧情推进，这个角色双腿会逐渐康复。这不是简单搞个奇迹站起来的煽情，而是他身份从被保护者往掌控者切换的仪式感。
一开始他是被世界推着往前走的棋子，慢慢他开始自己动棋，而到后期，他甚至可以掀桌子。身体状态的变化跟心理变化绑一起，比那些嘴上说我要坚强，但行为全靠男主的角色有说服力多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剧干脆组了个老幼病残联盟。陈都灵饰演的白幼薇坐轮椅，陈静可演的沈墨属于那种病弱理工男，再加上一些非典型强者角色，一群看上去不占优势的人，偏要在玩偶世界里靠脑子和默契闯关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现实世界老爱说优胜劣汰，结果在这部剧里，活得最久的往往不是那些看上去最强壮的。从采访和报道来看，主创其实在有意拆那种强者等于体力好的刻板印象。中国青年报在介绍这剧的时候，也提到它有明显的群像生存气质，不是传统的一个大男主带飞全场。白幼薇这种智力型女主，就属于最近几年观众越来越爱的一类，外壳看起来柔软到不行，但内核比谁都硬。这点放到陈都灵整个戏路上看，会更有意思。她刚出道那会儿，全网对她的标签就一个词：清冷校花。谁都觉得她适合演那种温柔、安静、无害的背景板。后来在《七月与安生》电视剧版里演林七月，温柔、克制、内向，那条路挺顺的。而近几年，她的角色明显开始往心机加权谋方向拐。宴回时里，她演宅斗环境里的贵女，表面柔弱，内里有主意。再看乔楚，那是彻底往复仇女主路线上走，手段狠，但不是无脑爽文那种狠，是有逻辑、有前史、有压抑感的狠。这两部戏的反馈都不错。网络讨论里陈都灵眼神有戏适合演心机女这类评价越来越多。等到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，人设干脆直接写成游戏规则 bug 捕手。他不用冲在第一线吵吵嚷嚷，只要安静坐着，像一个随时在脑子里推演路线的玩家。你要真跟他起了冲突，很可能还没动手，你已经先输在智商上了。我就纳闷了，这种角色前几年怎么就那么少？观众嘴上说爱大女主，但是一到选角，很多项目还是爱找那种傻白甜成长史。好在这2年开始变了，平台和制作方都更愿意试试智性恋角色，就是那种你不一定对他一见钟情，但你越看越上头，靠脑子吸粉。而从选戏眼光来看，陈都灵这2年是明显在往这条赛道扎。乔楚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，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古偶甜宠，而是带点权谋、带点游戏规则拆解的作品。他不太去接那种完全躺平被保护的女主，而更偏爱外壳脆弱、内核钢铁的人物。说白了，他在把自己的清冷变现，把原来被定义成没存在感的性格特质，改造成危险感和掌控力。这步棋走得挺清醒，也挺难得。很多演员被贴了校花初恋脸的标签之后，就很难跳出来，他这是自己撕了一半标签。再聊回那12套裙子，我挺乐的。有观众说这哪是造型，简直是副本里的战袍。每一套都有任务，有的负责迷惑对手，有的负责拉高压迫感，还有的负责在整个环境颜色都暗下来时，给他本人加一个高亮。造型师明显是把他当人形棋子来摆的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那几套偏深色系的搭配，黑、酒红、深蓝这种颜色本身就容易出危险感，配上他细薄的面部线条，整个人的存在感会一下变强。你看他坐在那，腿不能动，可气场上已经在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这个局里最冷静的人。最后说句心里话，国产剧市场现在不缺好看的脸，也不缺大制作，真正缺的是这种既敢在造型上玩点新花样，
又愿意把女主写聪明一点的项目。今天也没变成玩偶呢，肯定不算那种全民爆款体量，但她有点意思，有点胆子，也有点自己的审美。陈都灵这次等于拿轮椅当王座，拿纱裙当战袍，演一个用大脑控场的洋娃娃女主。说到底，漂亮女孩太多了，坐着都能把世界算计明白的才稀罕。我就看着有没有人敢追着她这条智性美人路子继续往深里挖。